款产品，就是 Bangkok Cookies。吃到这一款产品，觉得很好吃，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想说try 看哦，就 email 他，谈了1-2个星期，就直接飞到泰国去那边跟他见面，很 surprise 的，他给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总代理。什么时候开始才感觉自己好像在做这个大项目这样？从出口开始因为每一单都是6位数，你就觉得哇，好大好大。那个锁一锁下去的时候，哇，我又完成了一个大项目。没有钱就是最大的坎，真的，资金转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坎哦。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做出口，然后给人家放飞机300千我们公司那时候很小就还没有过1000万的这个业绩，一下子真的是转不过来，那个时候很惨啊。老板越厉害员工越不厉害，反而要让员工成长起来这样你老板才可以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事情。好的产品不要吝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啦，我觉得。本集节目由 Influence Engine 赞助播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Angela， 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你好，我是 Angela， 然后中文名叫可乐，然后我是锦和家的创办人。那我们公司是专注于推广马来西亚食品到全世界的，然后是我跟我老公一起创业的啦。那时候是从一个小仓库，然后一个产品开始做到今天，大概是8年了。8年啊。Angela， 锦和家其实是什么意思？它是锦和家，我们的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卖吃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放成这样子的谐音锦和家，锦和家，槟城人，很容易记就这样 Angela， 刚才你提到你们已经到8年了，所以大概是2017开始了。对。就目前规模来说大概是怎样呢？我们目前团队有15个人，然后年收入是大概10个million这样子。大概10个million。Angela，你今年几岁了？31。31是94年。94年，对。94年。可以，这样你创业的时候大概是23岁。23岁，对。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业？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其实我老公他是在一家公司做 account 的，然后他就是1个月他的工作其实可以浓缩到几天就完成了。但那时候就很多想法，想要创业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他又做 gym， 他想从一款就好像保健品开始做起，就是那些好像可能我们吃了可以美白，或者吃了可以 build muscle 这种类型的保健品开始做起的。但是过后就遇到一个贵人讲，你卖这样的东西你只能做针对的人群而已，你就不能做到全部人。then 我们就开始转型就找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来卖这样子然后又刚好遇到这一款我们第一款产品，就是 Bangkok Cookies。Bangkok Cookies 它特别在哪里？它是泰国出产的产品，但是整个泰国你只有在机场可以买到它不了的，除了机场以外你是完全找不到它的。然后我们就是吃到这一款产品，觉得很好吃，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想说try 看哦，就 email 他了，然后我们就在 email 那边谈了1-2个星期，然后我们就直接飞到泰国去那边跟他见面，跟他说我想要做马来西亚总代理这样子。然后很 surprise 的他给我们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呢，原来很多大公司都找过他，但是他没有给他，为什么他会给我们这样小间又刚创业就刚成立的这种公司，没有底什么都没有的嘞？能够 find out 嘞，其实他的心态啦，就是今天我把这产品做出来，他就好像我的孩子这样我希望有一个真心对我孩子好的人去把它做起来这样子，而不是那些很大的他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产品的公司他们就很难照顾到所谓他的孩子，就他的产品这样子。那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嘛，所以我们只有他了嘛，所以我们就会很 focus， 用很多心思去照顾他的牌子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有做很多 marketing plan 我们第一个 phrase 我进了要怎样卖，怎样推广，所以可能是他看到我的诚意所以就给我拿了整个马来西亚总代理。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proposal 了。对，我们就飞过去，然后跟他讲我们的 marketing plan，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可以，然后就给我们
这样给了你这个总代理，可是当时候你们没有经验，你怎样去做这个产品？这个就是精髓啊！就其实我们去见了他嘞我们就跟他拿了一些 sample 回来，我们完全没有资源，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做销售，也完全不懂这个行业，水有几深完全不懂啊。所以我们拿了那个 sample 回来嘞，我们就去我们认为可以卖的店，我们就去找他。Brian 你试看这个产品好吃吗？如果好吃的话，你想要订多少？所以我们就先拿 pre-order 拿嘛，所以我拿了所有的 pre-order and then 我货一到的时候我就直接出完了。我的第一个货柜是这样子卖完所有的货的，我就先拿 pre-order。因为我们是小资本刚创业，我们不能做到可能就是拿来了再慢慢去找人这样子嘛。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把那个代理谈下来了，他的这个货柜就是等着船期来咯，也要1个月的时间嘛。所以我在这个1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我就去外面市场每一个人我都没有放过啦，餐饮啊vending machine 啊 mini market 啊什么我们都去找哦。你有没有兴趣？你吃了怎么样？所以大部分都是因为它的口味而选择要进这个货啦。它就真的很好吃。就 before container 到之前你其实已经卖掉了啦。可以这样讲。其实第一个 container 真的很容易，因为我们先拿了 pre-order 嘛，所以再到第二个 container 也是还蛮容易的，因为那个市场还没有被铺盖完嘛。到了第3个、第4个的时候开始有点难了，因为槟城已经吃不了这样多量了。就是可能第一个 container 他们就是还没有消化完，我又不能再进新的给他嘛，所以我们槟城已经覆盖完了，我们就去旁边去 KL 啊，去 Johor 啊，甚至去铺到全马，就是从槟城开始，然后慢慢 extend 到全马去这样子咯。那么 Angela 这样子做下来，第1年的业绩大概怎样呢？第1年才做一个5位数罢了啦。第1年做5位数。那一整年就是卖那一个产品。对，就是卖那一产，没有在 expand。差不多第2、第3年才开始，就是那个产品开始 slow down 一点了，我们才去谈新的品牌。基本上我们前面拿的几个品牌全部都是谈总代理，都是用同样的 method， 就是给 proposal 啊什么这样子。这样子来说，业绩的转折点在哪里呢？最大转折点是直到我们遇到 MCO 的时候，就是2019、2020那段期间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进口货真的很 slow 一包要卖10块钱哦。那时候人家都在想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做工啊，还是就是人家都在烦恼开销啊，都没有工啊，很多老板就开始慢慢辞退人啊等等，所以还会用10块钱去买一包零食哦。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开始卖本地产品，就是通销货 Nestle 啊 Dutch Lady 啊，这种平时你在百货公司都会看到的这些品牌，就是做了那些品牌开始，然后我们才有那个外国的 inquiry 进来。但我们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外国人对 Malaysia 产品的需求也是这么高的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慢慢有往这个export 的这一个方面出咯。以前是进口嘛，现在我们是出口，所以其实出口来讲对国家来讲是更加好的，因为你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嘛，你又把 Malaysia 的产品带到就是 exposure 更多，带到全世界，所以我觉得export 好像更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转了。那个时候你说 MCO 的时候，你开始去卖本地的一些品牌，这样那个时候业绩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位数这样哦。那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出口机会的时候，你是怎样去打开国际市场呢？其实是我们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谷歌 SEO 这一些，可能人家就是看到广告还是什么，然后就找到原来有一间公司它有这么多产品哦，它可以帮我拼柜哦。通常大的 player 他们会一个产品拿整个 container， 但是中小呢他们都会希望可以找到这样子的服务，就是有一个中间商，他可以帮我 mix 可能5、60样东西在一个 container， 然后做去他们的国家那边，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比较 flexible 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一样产品拿到整个 container 嘛，而是他们可以选好几十样东西 mix 一个 container， 这样他们也快销完，没有这样大压力这样子哦。
所以是慢慢有这样子的 enquiry 进来。一开始我也是溜掉很多鱼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做，所以人家问我们什么我们都就是给人感觉不专业这样子啊，然后就很多机会是溜走了的。但是过后慢慢我们有遇到贵人啊，然后他有教我们怎样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你要怎样做 ，step by step 教我们怎样做 ，and then 我们才 close 到我的第一单。所以 close 到了第一单过后，你就很简单，你就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做了的。像你一开始做出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踩过这样的一些坑吗？第一单就踩了因为人家要的东西可能是很五花八门，但是他们可能本身也没有进口的经验，他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在他国家是不可以进口的因为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受 protected 的。我打个比如澳洲就好了，澳洲他们生产很多牛奶嘛，所以你不可以进奶制品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本地自己的这些产物嘛，所以他们不鼓励进口这样子。之前第一个坑就是踩过的，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进，然后进了之后在他的那个关口那边就卡住了，然后那个海关直接讲你不需要 dispose 掉这个东西，所以就几千块就这样丢进大海了。所以顾客丢一定来乱你嘛 Angela 讲那你要讲对吧？你是不是要帮他承担一点点？所以也是因为我们有帮这个顾客承担所以后尾我们还有继续的合作这样子咯。一开始出口第一个国家就是澳洲。对，我第一个 container 是澳洲。那么现在来说，你们出口大概做了3年4年左右嘛？目前来说，你们的定位是怎样呢？比如说你们 serve 怎样的一些 client 呢？我们服务的顾客大部分是外国的顾客啦，然后主要产品有几个咯，就是有饮料零食是蛮多人喜欢的啦，然后面类还有就是酱料。酱料是特别好卖的，因为我们很多 Malaysia 就是Malaysian 的孩子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还是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在那边都是很长的时间嘛，他们都很想在那边煮出 Malaysia 的味道，所以这些配什么他们就会经常会去购买这样子咯，因为很多原材料是他们那些外国买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的配是比较好卖的。然后我们服务的对象呢有就是进口商咯，他们进口然后再批发给那些小小间的商超Asian grocery 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那些 F&B 的那些集团，就是30-40间的可能有 Central Kitchen 的那一些，然后还有就是那些 supermarket 他们就是进了 Malaysia 的产品，然后上架卖这样子。大概 cover 在哪些国家呢？Australia、New Zealand、马尔代夫，然后巴巴纽几尼，最近有那个 Cambodia。也是蛮多一个国家。这样讲，我想要聊回去，刚才你在一个节点上，就是你开始做出口的时候，像很多本地的品牌啦，他们做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可能就面临了这样子一个抉择，2条不同的路这either还要在本地做大呢，还是他要开始做出口？这样其实在你看来啦，你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出口呢？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适合还是不适合，但是对我来讲，我的企业能做到全世界当然是更好啦。你不用一直只是单单待在马来西亚，因为如果你只是局限于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少的人口而已，又有外国企业进来你不觉得很竞争了吗？外国企业随随便便就可以复制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反而还可以做得比你更加好。比如讲说啦，我们马来西亚的流沙包是白色的嘛，中国他们可以做出兔子形状的流沙包，这样子人家是不是已经赢你了嘞？所以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不要只限制于做马来西亚，我们一定要做出口，让更多人可以吃到这样子。那如果本地品牌他们要做出口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比如怎样的规模呢？首先你的这个产品是必须要有最少9个月
到12个月这个 shelf life 啊，你要想办法怎样把你这个产品放在什么样的 material 让它可以保存9到12个月咯。因为有一些国家它是比较靠近的，就是可能2个星期就可以到了，那有些国家是2个月才能到哦，所以你也要计算那个运输的时间在里面啊。然后再来你的产品一定是要barcode啦，没有barcode人家怎样 scan 哦。然后再来就第3点 nutrition fact 是很重要的，因为这 nutrition fact 其实是给一些消费者看的哦，这个东西我吃了多少卡路里多少糖，所以对于那些可能有要求啊健身啊什么，他们就会读后面的那个 nutrition fact， 所以这3样东西是必须具备的。如果讲说再深层一点的话如果他们可以找到Halal Mesti 或者 HACCP GMP 这些更高的这些执照的话，其实对他们出口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你越多这些执照呢，你可以覆盖的市场是更加大的。因为有一些国家是完全不需要 Halal Mesti 这些你就可以出口比如讲说可能澳洲纽西兰他们是不需要 Halal 的嘛，穆斯林人口是没有这样多的，所以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没有这么注重的。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出口到中东印尼，你就必须要有 Halal Mesti 哦。Margin wise 来说呢，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 gross margin 才可以去分出那个 margin 吗？Margin 来讲都是看他怎么样去定价这个东西啦。通常咧，你做了这个产品出来，你先要考虑你自己要的 margin 嘛。然后如果你需要中间商为你去铺这个市场，这样你是不是也要给中间商赚钱呢？然后再来，我们中间商卖给进口商的时候，这一个进口商又能不能赚钱呢？还是讲说那个价格是跟本地相差不了多少，你不能把那个价格定得太过高，因为他们会觉得哇你卖它很贵哦，这么你们马来西亚才卖这样便宜，而我们进口的话要翻到3-5倍哦，哇3-5倍就真的太夸张了，通常都是对半分这样子吧，对半这样而已。可能外国比这里就贵1倍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对对。就可能还要准备这样子一个 margin 可能是合理的，就是翻倍过价格还是外国可以接受的，或者他在本地可能要把那个 cost 压下去这样。对，其实看吧，就是比如讲说今天我们做一杯咖啡出来，做一包咖啡出来，你一定要 benchmark 跟其他的咖啡是卖什么价钱，比如讲说人家咖啡卖10块，你凭什么卖50块？你不能讲说因为进口就卖50块的嘛，除非你的咖啡里面真的有什么功能性的喝了会怎样啊，有什么比别人不同之处，这样你才把那个价格定那么高。但是如果你真是很普通的一杯冰凉 white coffee， 那你就不能跟其他品牌跑得太远。我觉得这是他们必须要先去 study 那个 market， 然后把这个价钱定下来这样子。那么对于一些听众来说，他们可能 planning 想要去把他们的品牌做出口，可那么现在计算像 Angela 刚才提到在于那些license 方面是不是已经齐全了，需要了解哪一些国家需要这样一些规范呢？然后甚至在 margin 上要是合理的咯，所以这方面可能他们可以跟 Angela 再了解的更多了。那么 Angela 如果说让你来总结了，比如说你从0到现在8位数的业绩嘛，如果让你总结，你觉得你在生意上做对了哪3件事情呢？3件事情啊，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会认真看待每一个订单不管大和小，因为如果认真对待它的话，我们之后就会源源不绝的这个订单就不用愁了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选对赛道啦，就是刺的赛道，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刺，然后刺的又 repeat order 又很快，你不是宣布你不是用的东西，可能iPad 一用就用好很多年了 ，for example 啦，所以刺的它 repeat order 是很快的。第3个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多样化，而不是像以前刚开始是单一，因为单一的话，我们target到的target market是很niche 很少了。当我们多样化的时候就是人人都可以为我们买单这样子我觉得这3个 point 是最重要的。那 Angela 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经历了。其实如果我们 back to day one 来说当你23岁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有想过会做到今天这样的成绩吗？当然没有我那时候卖一包零食才10块钱你10块钱你要卖多少包才有1000万
对吧？所以完全是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一个成就啊，这样子。这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才感觉自己好像在做这个大项目这样呢？从出口开始因为每一单都是6位数，你就觉得哇，好大好大。但是每次做那个 container， 就是做完一个 container 就有很好，就是那种成就感啊。它的程序是很繁杂的，因为从前期我们是quotation 给顾客咯，到他 confirm 订单，到我们订货，到我们 labeling 准备 document 上货，全部程序都是需要整个月，短的可能2个星期，长的我们需要整个月来备货来准备，所以那个程序是很长的，所以完成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成就感，那个锁一锁下去的时候，就哇，我又完成了一个大项目，所以我很喜欢做出口，我已经对出口已经有一种 passion 了，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都很给我这种成就感这样子。就我觉得你也是讲到一个关键啊，给我一些想法。就很多时候我们在本地做的时候，其实马来西亚的人口在3000万嘛，在外国的市场是远远不及很大的，它的量是可以很大。所以当你比如你的 example 来说，你在本地的时候，可能每一单可能是5位数，当你一出口，你会发现每个都是6位数，肯定是6位数哦。所以我相信本地的品牌来说，如果他们需要开拓更大一个市场来说，去外国也是他们必要的一个部署之一哦。是因为我觉得外国的人口确实是比较大，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也只是一个3000万人而已嘛，所以你一直待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是突破不到啦，你就只能做这一个 market。 但是外国的话，它市场是很大的，你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产品，同时又可以回来找你 OEM 啊，还是等等等等。好的产品不要吝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啦，我觉得。那么从小到大来说啦，你觉得你跟同龄人呢，在思维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朋友其实他们都很优秀有些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来讲我觉得我跟同龄人最大不同是我选择比较难的路走就是创业因为我朋友很多，大部分他们是打工，很高薪等等这些。我选择创业，我觉得是很艰难的路但是这也是我想要啦，就是我希望讲说这个东西是做给我自己，不是做给人的。你后悔吗？有时候会早知道打工了因为确实那个创业的路是不简单所以有时候会内耗也是正常好在我跟我老公是一起的，所以就我 down 的时候他 encourage 我，然后他 down 的时候我又 encourage 他，就是互补了，然后一起手拉手走到今天这样子有很多坎很多难过的坎，就是一起过来咯。最大的坎是什么呢？没有钱就是最大的坎，真的资金转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坎因为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做出口，然后给人家放飞机，就是我们没有收定金，就是人家跟我讲我要整个 container 的 Milo for example， 整个 container Milo 应该要300千，但是他1分钱的 deposit 都没有给我们，我订货来then 当下之际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找人家去消化掉这一些货，所以我们只有低价出售这个产品。所以在出售之前的那段期间是我们最难的时候，因为300千我们公司那时候很小就还没有过1000万的这个业绩，所以300千其实对我们来讲说都很大了，所以我们一下子真的是转不过来，那个时候很惨那时候。所以之后我就没有再接那些不给定金的顾客，因为如果你只要是有诚意想要跟我们购买马来西亚产品的话呢，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定金这样子。那个是外国客户了。外国客户他就是谈到他讲 OK 了，但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做这一行也是要看准那个时机啦，就是有时候那个货是在这一段期间是便宜， then 我们就要买进了，然后我们才可以赚比较多钱这样子。 then 那个顾客也讲说 OK 我要，你快点帮我定下来，然后那时候过后他翻脸讲他不要所以他讲他不要的时候我怎么办？
我又没有理由去找他，喂，不可能去拍桌子找他嘛，喂，你讲要又不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咯，只能这个自己承担起来哦，所以我们就便宜一点卖给同行，他赚到，至少我们亏损一点，我们把那个钱拿回来哦。cash flow 所以才转过，不然300千在那边呢。那时候，因为规模不大，所以真的是，钱来的。有时候现金流比较重要过利润了。对对对。这样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内耗的时刻了。对啊，有很多时候都会内耗啊，坦白讲。所以我们一直去上课啊，去参人啊。对，你听别人比你惨一点，你就不觉得自己很惨了。因为每个创业的人，他们一定有很难过的坎，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听他们讲，他们就可能间接为你避掉一些坑啊，还是怎样。所以我觉得我蛮喜欢去跟人家交流的。对对对，尤其是一些老前辈啊。像 Angela， 像你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千万营收嘛，如果看回去的话，你觉得你做过对生意最重要的一个决策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做对的是我们坚持做长期信任的生意，就是我们之前有过很高利润的机会，但是我们并没有选择做高利润，因为今天只要我高利润，它就低利润了。因为我们食品是一个链来的，其实就是从厂家到贸易商，然后可能到进口商，然后他又再要卖给零售商，再卖给消费者，其实这个是很长的一条链来的。那如果这条链呢，某一方面它是利润很高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产品卖得很贵。如果讲说每个人都就是薄利多销，这个产品它价格就会稍微低一点。当这个产品价格低一点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吸引到所有人，更大部分的人可以买单。因为人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定得太高了很不 affordable 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是坚持就是做薄利多销来就是拉客，来跟顾客维持这个长期的一个合作这样子。所以在整个食品链里面，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保持一定的一个稍微比较低的一个 margin， 尤其是一开始。所以让整个东西可以走起来，慢慢那个市场可以去消耗这个，尤其是新的一些品牌啦，对，慢慢去接受它。这样很多时候，像 Angela 你提到，就是在于慢慢去建立那个信任了。说尤其是做生意你开始如果我全部都算得很准，我要赚的最多的话，那个蛋糕就大家都要拿最大块，整个东西都不能走起来了。对对对。那 Angela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创业初期不知道吧，近期才领悟到的呢？以前我是一直会认为老板就是要冲前面的那个人，什么东西老板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站出来。但是我发现老板越厉害员工越不厉害，你反而要让员工成长起来这样你老板才可以站在更高的地方去看事情。就可能我们更多要做的事情是在于人际关系方面，或者采购方面，或者管理方面，或者找资金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整天去做那些琐碎的事情自己开单自己收拾货我们不能去做这些很繁琐的事情。所以这是最近领悟比较深的啦。以前我是真的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做，觉得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能达到我要的要求。但是其实你现在看开一点，你让他们去成长，让他们去做，然后偶尔就是改他们一点点，这样子我觉得自己才能有那个时间自由不然什么东西你都要从前面去做，什么东西都要问过你，这样你睡觉都没有空对。要授权让他们去犯错他们才可以学起来。是的是的。像 Angela 你是跟你的老公一起创业嘛？这样夫妻一起创业来说，要怎样去划清这个界限呢？感情和工作的界限，我觉得是很难划清的啦。因为他是你的老公，又是你的老板工作伙伴有时候他稍微对你大声一点，你就会觉得好像他不爱我了所以我觉得很难去划清。但是他的角度他又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他必须要一视同仁，别人做错他要骂，我做错他也是要骂我但是他一骂我就觉得
我好像受创伤啊，所以我很难跟他去划清。他有没有划清我不知道啦，但我觉得我很难划清啦。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就是共同的好处，就是我们今天睡了一觉，隔天我们就忘记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就不会把那个冤啊还是那个气啊带隔天这样子哦，所以隔天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事情了。这是我跟他之间的好处啊，就是不需要去讲什么，然后隔天睡一觉起来就忘记了。因为其实很多事情要烦嘛，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就是天天生气。我有很多工作上的东西要跟他沟通啊，等等，所以我们也很难意气用事这样子啦，就是很难，就是把气我今天生气你，我不要跟你讲话一整天，很难做到这样子啊，太多东西要一起磨合沟通这样子啊。就我感觉你说的不只是夫妻创业之道，更像是夫妻经营之道。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其实夫妻创业有很多好处，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meeting，他是在你旁边的，你突然想到东西，你可以就是问他，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西，就会跟他讨论，吃饭，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做，还是在无时无刻都可以meeting啦，是最大的好处，我觉得。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心是一致的哦。你今天跟一个合伙人创办一间公司，你未必你很一条心，你很 focus， 未必他就是对这间公司是一条心。但是夫妻不一样哦，我们就是一条心，就是要公司好不好？我们今天怎样吵都好啦，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公司成长，要公司赚钱，要公司好不了。那么 Angela， 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是你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吗？我觉得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我很喜欢把我的行程排到满满，我不喜欢有空，我一有空我就会想很多东西。那我就很喜欢工作，就是工作狂，就是整天把行程排满满。我今天9点要做什么，10点要做什么，11点要做什么，12点要做什么，就会排到满满。其实人一天工作8小时，我甚至会工作15个小时。对，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把东西排满满。如果我不是在工作的路上，我就是在听书。我其实是很懒惰看书的人因为觉得很不能集中，很不能专注做静静在看那个书，所以我有听书的习惯。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就会开那个书来听，但通常我听一次我是不能进脑，因为我是在驾车嘛，所以我会重复听3次，听了思考，听了思考，这样子去逼自己学习啊，成长这样子哦。有时候听一下也是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可以 relate 得到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上，所以我是有这个习惯去听书啦。Angela， 前面你有提到一部分，就是你经常喜欢去跟一些创业的圈子里面的人去交流，包括跟一些前辈去交流。那么有没有一些我们说 mentor 或者前辈的建议是你觉得对你影响很深的吗？一个人富不算富，你让一群人富你才算富。所以这个一群人就让我 relate 得到我的员工啦，就是我很不希望讲说今天我做到多大的成就都好嘞，是我一个人好了。比如讲说我驾 Mercedes， 我的员工驾买 EV， 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因为大部分都是他们在做，我们只是那个后脑那个 planning 管理的人。但是我希望讲说一天我可以做到说我驾 Mercedes， 我的员工至少都可以驾马自达或者是更好的车，这样子就是我们要一起成长啦。然而我最近也是有在研究股权分配这个东西，因为我相信只要我的钱到位了，我没有债，我的生意都可以自动化运营。股权分配这东西也是不容易，它关系到很多东西，那万一分配得不公平又不能所以我们最近有在研究这一部分我希望我们公司赚到钱，我的员工也赚到钱，能让他们实现财富自由，最后在我有钱都没有关系，我就希望可以先成就他们这样子。这样一来我们来看，从前面我们提到一个部分是在于
你说到的就是很多外国企业，他们外国品牌进来马来西亚，像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 example， 不管是中国也好，或者其他国家也好，进来的东南亚市场，包括马来西亚，这样其实在你的角度看来了，你觉得对本地的商家会带来怎样一个潜在挑战呢？潜在挑战肯定就是他们市场份额会慢慢的被分掉咯。就比如讲说今天我们做咖啡啦 for example， 你做了这款咖啡，中国的厂家他也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反而可以做得更好。但如果他做的比你更好，包装更美的时候，这样你自然而然你的市场份额都会被他分掉一点点。如果他 marketing 打得比你更凶，所以我们本地的企业肯定是一定要加油起来啊，要崛起，就是要不能停下来啊，因为他们不是要来，他们是已经来了。但我觉得我们传统企业如果不要被替代的话，我们自己一定要 upgrade 哦。不管是 marketing 也好，包装也好，还是你的这些所谓的证书啊，全部都要跟它升级起来，想办法做出口就对了。不然人家已经来抢你蛋糕，你还在马来西亚，你应该要想办法去抢回他们的蛋糕的时候了。这是我认为啊，要加油哦。不要只是限于马来西亚市场，对，往外看。是。那么就马来西亚的这个大环境来说啊，你认为了，如果接下来这2-3年呢，有没有一些缺口，有值得年轻人去留意呢？如果讲食品的这个赛道来讲的话，如果能做出又健康又好吃的产品是更加好啊，因为很多外面的产品都是不健康的，好吃是好吃，但是不健康。所以如果你能做到健康又好吃，如果能再加上价格合理的话，我相信这个产品是会爆的。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生产这好吃的产品，但是不健康。今天你做一样的产品，但是你又做健康，这样你是不是已经比那个不健康的好一个 level 了？所以人家更加愿意move to 你的产品。但是如果价格又合理哦，哇，这样应该基本上50%的人都涌进去go to 你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产品不能只是一个优点啊，你必须要多元化。必须要很多的selling point，这样你才可以把你的竞争者打下去哦。这样 Angela， 你可以分享一些对年轻人重要的思维吗？如果讲说是创业的话嘞，我觉得是趁年轻是最好。因为当你还是年轻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你还有妈妈，你还有你没有什么负担啊，就是你不用讲说我要供房子啊，我要供我的家庭啊，还是什么。反而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你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啊，最多你就回去跟妈妈讲，妈咪，我创业失败了，我可以回来吃饭嘛，天天回来吃饭，我天天在家里住可以吗？就是试错成本不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创业的话，反而趁年轻是最好的。至少回家还有饭吃。对，至少回家，妈咪，我创业失败了，你可以给我口饭吃吗？你妈妈不会把你赶出门外啦，就是你还是妈妈的宝贝这样子，就趁年轻就是敢去做咯，如果做不起就没有关系哦。那么 Angela，最后了，可能有些年轻人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啦，人生的十字路口，正做着人生重要的抉择。那么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呢？我第一个十字路口是在于我中学的时候，一毕业了我要做什么，我要读什么，在大学我要读什么，我出来要做什么。第一个十字路口是那个时候啦，所以我会 encourage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就是你今天中学出来你不需要紧张去想你要读什么的。你中学出来你不一定要读大学，那么你可以先出来外面闯一下，先做一下外面的工，看一下哪一个你是最有感觉的，你是最喜欢的，你最想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我很多朋友啊都是选错科啊，在那个大学啊，人家可能读大学5年，他读7-8年，怎么一直在选科，这是重读，读了一半又退回来，又再重新读过一个，又觉得好像我不适合做 account， 我又再回来，我又再重新读过。另外我觉得浪费很多时间。你可以不用紧张，你可以先去外面找工
做一些 part time 嘛，然后再决定你要走哪一个路。像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我中学出来我就去读空姐课程，但读了3个月过后我就去 airport 做工了1年了我才决定去出国深造读书。所以我是比人家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进入大学。你今天读什么也未必你会做什么的，你知道吗？我之前是读旅游业，但是我读出来我又没有做导游我就去那个 hotel 打工打了3个月，我觉得我不行然后我又换旅行社，最后也是懵懵懂懂的这样跟自己的丈夫一起创业，完全都没有拉郎的这个 industry 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太急，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你只要有在行动的路上，你就不用怕迷茫。最迷茫就是什么？你很多东西很想要哇，我很想成为这个，很想做这个，很想做那个，但是你一直又没有行动了你没有行动，你怎样知道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嘞，第一要有行动啦，即使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你要行动，然后而且不要太急，然后如果能的话找到一些 mentor， 一些有经验的人guide你要怎么样去做，就可以少踩很多的坑了。